好，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中国大陆的 AI 在春节开战了。今天特别关注到的字节跳动跟阿里巴巴，他们都祭出超级大模型。至于华为的晶片，则是在今年开始预估会爆发，并且威胁美国超车。倒数计时吗？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。中国大陆在 AI 的农历年特别关注到即将开打的是闪电战吗？来自于媒体特别做了一个报道，说字节跳动呢，接下来计划在2月份，它会推出3款的全新人工智慧 AI 的大模型，涵盖的3个范围包括大语言模型之外，图像生成模型跟影片生成的模型。字节跳动推出来之后，阿里巴巴不甘示弱，它在春节也会推出新一代旗舰的 AI 大模型，具备强劲的数学的运算跟代码编写能力，并且计划在接下来春节期间会狂砸30亿人民币来推行它的这个通义千问 AI 应用，要来打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，对它发起攻势。去年红的是 DeepSeek， 今年有没有可能红的是字节跳动跟阿里巴巴推出的旗舰大模型？聂老师怎么看 ？OK， 我觉得啊，这个我们讲对岸中国真的大陆真的很特别，因为这个国家你说它集权嘛，它就是一个规划路线嘛。它不管是5规划，就是经济5规划，或者科技10规划，你知道它是照着步程走的，是规划未来，稳健前行啊。因为这个最重要的，我还是要谈一下，习近平上来之后，我不是在讲“一带一路”等等的这个国际布局，而是它的科技布局，在2015年写出了中国制造2025。在这个之前一年，2014年就扎了大基金一起计划，1387亿，主推就是 AI、5G， 后来半导体晶片，你知道在2019扎到2000多亿，到2023 3000多亿，后来现在呢就几乎全新的扎在对抗美国的制约，也因此你发觉只要有国家政策的走向，还有名气的活跃，因为这名气它早就已经在国家推动之下遍地开花了。而且你知道，不管是基建狂魔所造成我们看到基建的可怕，整个科技可怕，科技是比较隐性的，你是看不到像一栋一栋盖起来。你不管晶片也好，大数据也好 ，AI 的变化也好，都是隐性的，你是看到出现产品才会看到。但是他们在进步的时候，从安徽啊，这个所谓的合肥开始，中国科技这个大学开始一直在推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很早在2014-15去安徽讲学的时候，就听到什么3重3横等等，要怎么样走进未来的 AI 世界，你就发现中国制造2.5讲了2个话，叫工业化、资讯化，它把这个基础 base 的非常底。然后呢，在2化之后推定3步走，说25年要做到世界制造强国，它强调是未来的资讯制造哦。35要成为前列国，45叫世界第1国，里面有9大任务，就不细讲，10个科技领域，现在每一个都发生了，都出现了。我现在要讲的是，美国你看到它的确，你还因为美国是完全是名气为主，东岸有钱，华尔街支持了西岸，西岸那边当然有非常新创，也有它的这个募资的这个的能量，但它主要在新创的科技部分，在西岸都是以名气，国家没有这个方向。当川普看到了，一直想运用，不管是 Elon Musk 这些人，希望能够配合国家做未来，但是企业还是以获利为主，不能小看这个美国。但是中国已经到达遍地开花，它真正是隐性的一个潜在海中一直在锻炼身体的一只龙，已经有非常大的实力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有没有可能像这个 DeepSeek 过去一样，能够突然爆红？我跟你讲，以对岸的现在的现况，它的基础。他推动的未来政策，以及他在走的这种实力之下，我觉得他们任何一个可能美国现在制约他的各种科技的东西，他都你说他不可能，没有一样不可能的，都会超过。我讲最后一个例子就好了，各位还记得2024年底，美国就开始要封锁整个中国的科技，这半年来中国很痛苦，他们一直想要拿到 H100。那 H 拿不到，结果美国连 H20一个降规版的都不给中国，结果黄仁勋也急了，对，就告诉了川普，川普说，哦，这个是这个这么低的那么 low 啊，哦，才28这个%的算力，好了给他，结果弄到8月要给的时候，竟然一给中国说不要，对，中国都有了，这半年他们起来的速度很快，不用了。更扯的是6倍算力的 H200，就在去年底才4个月。现在要给你了，他们不是不要我的认知是这样，限制，我们可以要限制，你一定要的话，你申请告诉我为什么要，
非要不可我才要，因为中国它的很多的所谓的 AI 实验室还是需要的，他们只是一个底气在说不要随便拿，但是 H200不差。但为什么他不要？我们也在研发，我们可能也会突破，也突破了。但美国很厉害，他为什么给你？他有 Blackwell， 他叫 Blackwell 很成熟了，后面还有 Rubin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美国这么高，中国还是输在先进制程。可是你知道，中国的速度比他快，它成长慢，中国都会突破，就像 DeepSeek 会突破一样，什么都会突破。还有另外几个基础的，大家不要小看了，锂电池，还有一个很重要哦。成熟制成的晶片，不要我们民间用的，其实成熟制成，中国早就已经把持全世界了。美国根本输，它只是在先进制成赢而已。还是最后一句话，中国要的东西大概没有做不到，而且都会赢过美国。短短的，现在是讲数字时代，2-3年大家都追过。好，短短2-3年的时间有机会追过美国。刚刚说了嘛，那 DeepSeek 是去年2025年爆红，那有没有可能今年不管是这个通义千问，能不能撼动豆包字节跳动的豆包？干哥又怎么看？好，我跟你讲哈。你知道吗？为了挡住豆包啊，腾讯啊今年撒了10亿红包，叫元宝网啊，元宝派啦，元宝派。因为什么你知道？其实大家回想，2014年就12年前啊，那个时候支付宝出来的时候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来看看谁能够打得过我？支付宝最厉害，到现在还是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过年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马化腾他就说：“好来，我推一个叫抢红包，抢红包。什么叫抢红包？抢红包就是我提供了大概1亿人民币的红包啊，你只要上来用我的软体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可以拿到最大的红包，人民币1万块，这个奖有好几百个，那时候真的吸引很多人来用什么？就是用那个就是微信啊的那个支付宝抢红包，然后他那时候是要拼覆盖率，可是12年以后，你去想想，它这样的 AI 的效能跟功能。其实逻辑现在都已经不太一样了，他用抢红包的方式仍然能够抢下市场吗？这是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所以说，你现在讲字节跳动这个豆包大模型了，你知道豆包有什么好处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会想说，我们上去，我们请豆包AI 来帮我们解答啊，就是说我现在在某个城市，我现在要买某个商品啊，比如说我要买最便宜的洗发精，有没有？他不是告诉你什么最便宜。他是去帮你买来，他直接下单，然后他就把东西送来了，哇，你商业竞争已经到这种手段了，你知道？所以豆包会让人家觉得为什么很好用，可是它也侵犯了商业伦理，所以它现在有被很多 APP 拒绝。你知道有些 APP， 你阿里巴巴你要进去，它进不去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豆包进不来，为什么？它会不准进入，强制登出。也就是说，这豆包已经搞了这么大一个，就是说，这等于是有点像商业纠纷那样的。可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，就是说，豆包如果能够做到这样，这个聊天机器人能够做到这样，美国你就已经输很多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根本落后，你基本落后。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中国的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。你光是看豆包这个竞争，你就晓得说，将来它的竞争会更激烈。那美国人怎么可能赶得上呢？对，所以此刻我们看到是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，他就发出了警告，他认为说美国在开源的 AI 的这个发展上面、研发上面已经落后给中国大陆了，并且他也感叹说，华为被美国各方的限制，不管是 EDA 上面的限制，还有各种的工具限制，仍然可以网罗100名的尖端晶片的设计师，他觉得是非常困难的。他说，华为目前只是稍微落后而已，如果掉以轻心的话，华为未来有机会迅速超越美国。岳老师怎么看？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我在环宇上电视的时候，然后我一个朋友啊，就是在这边的话呢，马上啊，他就说是透过大陆的 AI 啊制造出来，说我变成春晚主持人了，就吓了一跳哈。我就告诉大家哈，这个大陆现在这个 AI 的话，确实牵涉到伦理问题，他完全没有问我，就拿着我的照片就在那乱搞啊，这个确实就这样。但是陈立武讲的话的当中的话呢，他其实是说明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科技的发展永远是发现而不是发明，只有上帝会发明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大陆占尽了非常多的优势。陈立伟长这个样子跟我们差不多啊，为什么？
这个搞 AI 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呐，这是黄仁勋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一半以上的中国人，那是在美国啊，那么在大陆当然都是中国人了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说他这个国家在推动这个大事啊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国家的话认为说，跟美国的这个竞争当中的话呢，把这个科技拿出来，然后呢，他这个时间的话呢，就是把 AI 的发展已经融入了15.5的计划啊，甚至于到了16.5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地点的话呢，当然是在中国这边的一切的发展来讲的话，中国有做什么事情呢？它的教育特别好，大陆的理工教育就是说明了一切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它是要什么样的物件，你知道吗？